大家好，申万我老是先知先觉，全网最先提到的娱乐圈泛政治化，真的是门大学问，不懂的内娱人肯定吃亏大大的。例如王一博能量满满、热点极高的长空之王，原本就是明晃晃、风头无两的政治军事献礼片，结果呢就没有结果了。与之一道争锋的万里归途，明晃晃就是一部相当老套战狼系列的外交领域红旗片，结果呢居然成为了超级务实版的战狼内宣片。这种让人眼花缭乱的娱乐圈政治化风向和操作，让流量巨星左也不是，右也不是，主流不是，非主流也不是，两头不着岸了。因此，全国最大的党媒官媒的最新流量态度再次给出了不一样的答案。于是乎，王一博、赵丽颖再次在1年后领略了一把扑面而来的东风。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申万我，还是可以感受得到高歌猛进的万里归途，以及王俊凯的押宝开心的。对于王一博而言，这场景跟去年的同时期真有一拼。这就是街舞第5季多多少少给他的开心，还是能够一如往昔的。这第5季无疑最大的惊喜就是赞多的参与，喜欢街舞的人，赞多的呼吁声是最高的。相信大部分人都知道，赞多可是专业型街舞舞者 House 小王子，人家的确是有头衔的专业型冠军。说到 House 这个街舞小舞种，其实王一博也跳过很多次，我们想必也看过不少。想到这次赞多能够来到这就是街舞，是好多人都期待的。毕竟这个舞台无论从知名度跟影响力都是最高的，它又是专业性的，自然最合适。可能大家有所不知道，王一博在第4季街舞的团队大白头混战中就给我们呈现过 House， 毕竟这个舞种在这就是街舞中很少呈现过，很多人都希望能够看到有专业的 House 大神能够参与进来。在第4季街舞中聚焦了太多街舞各个舞种的世界冠军级大神，唯独 House 这项舞种缺了。这也是王一博在其舞中不仅跳过 House， 而且呈现得很专业。自然这次赞多的到来，很多人都希望他们能够同台，在一起能够跳一下舞。不过惊喜的是，通过预告，我们还看到了赞多不仅跳舞了，而是还跟舞者来了一场 battle， 整个过程应该把气氛抬到了一个高度。与此同时，这次有不少艺人参与到了这期节目，我们看到了小鬼也来了，还有程潇，都让人挺惊喜的。这就是街舞第5季的主题，是主打新一代年轻舞者 Battle for Hope， 更需要年轻有知名度的艺人参与，提升街舞的推广跟传承与创新。虽然很多人都在吐槽这就是街舞第5季是最拉胯的一季，让人失去了看下去的想法。从开播至今，很多人是对街舞曾经积累下来的观众。再就是王一博，网友的感官是最直接的，好看就是好看，不好看就是不好看。其实剪辑的问题很大，没有放大舞者优势，赛制的设定没有让舞者发挥出实力，再加上起舞过多， battle 也过度频繁集中，都分散了太多的亮点。不过后期的节目安排，逐渐有人发现有不同的嘉宾都参与进来了，甚至设定了太多的游戏环节，娱乐化综艺化更加严重了，自然把街舞精华跟竞技类的那股火药味都削弱了。特别是我们希望看到的个人斗舞、队长斗舞都没有了。虽然导演说可惜降低队长的参与度，不过这种环节的设定才是我们最想看到的，也能够凸显舞者的综合实力。综艺节目需要的是互动，矛盾的制造才会引来大众的关注，这样才能让更多的人看到。不过这次我们能够看到赞多的到来，真心期待一个他跟王一博同台的画面。毕竟很多人都知道，他们都是专业的街舞舞者出身，都对街舞保持热爱。同样的，王一博这个金字招牌，不出意外的，依旧会在来年继续成为热爱这档节目、锁定这个节目的所有人的热爱。
这就像喜爱赵丽颖的萤火虫老是期待赵丽颖古偶上身，与凤同行一样，因为这里都是他们光芒万丈的主场，他们的眼神，他们的热爱，他们的爱恨情长都在这些主场。赵丽颖当初通过《花千骨》一脚跻身顶流之后，粉丝的热爱便随之水涨船高，异常澎湃。胭脂和薛珊珊这两部，即便有些路人粉兴趣不大，而大热的《花千骨》《知否》或许各自也有让人不太能接受的点，但《楚乔传》当中女主角的坚韧、聪慧都让这个赵丽颖给诠释齐活，拉近距离，找不到借口了。即便后面的有匪被制作和魔改耽误了很多，依旧让当时三重压力下的赵丽颖的真实水准难得撑住了场面，并跟王炸弟弟王一博携手圈了更多的真爱粉，直至最近踩在了正确时间点的幸福到万家再次让人眼前一亮，也让人再次感觉到赵丽颖的进步和转型成功。最重要的是赵丽颖的眼神戏，眼神杀越来越溜，越来越好了，传递的情绪很细腻，这一点在《野蛮生长》中展现的似乎很明显了。而这次的人设和演绎都很锋利，是喜欢尝鲜的类型，对他将来的路线似乎也越来越明确了，希望能冲上大青衣。为此，申万我一路的跟进解读，深扒解构，也算是让赵丽颖的一点一滴、各种演进都在不言之中了。同样的，纵览申万我关于王一博长空之王的独家解读和政治解码，同样也是一点一滴都在变化当中。只是呢，计划赶不上变化。王一博挑剧本时，有关长空之王的个人英雄主义理解，虽然正解，却也交足了学费。为什么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申问我会这么说呢？因为泛政治化的娱乐圈，完全没有人能够100%的押宝成功，因为个人英雄主义的国家归途老是在变化当中。在今年没有什么选择的11档期之中，《万里归途》算是零星电影中唯一还有点看相的影片。当初听闻其被称为文化版《战狼2》，还真的有些担心去除了动作戏的撤侨会变得空洞乏味，充斥着自我感动的口号。幸好本片拿捏住了爱国情绪与电影叙事的均衡点，在张译一骑绝尘的大男主戏份的带领之下，全片糅杂了不限于家国情怀的复杂情感，并最终以一场个人英雄主义的演出迎来全片的高潮，也算是给人们带来了不小的惊喜。申万我说过，主旋律电影国内拍了很多，但往往质量都不尽人意。说到底，还是导演演员纷纷将主旋律题材当作任务，便复刻一场事件，喊几句口号，大家众志成城，齐心协力，然后奇迹发生大结局。这样的主旋律影片便很容易被人冠以假大空的标签，通过并不令人信服的事件描述去论证一两句宏大的口号，观众提不起兴趣，演员导演应付任务，票房自然也无法攀高。而如果观察一下国内外票房最高的一系列主旋律电影，你会发现似乎融入了个人英雄主义题材的影片占了绝大多数。比如大家褒贬两极的《战狼2》，不会有人否认其是爱国题材的影片。但偏偏整部电影中吴京单打独斗的镜头又尤其之多，而观众们似乎也正是喜好于此。于是影片借动作之便将爱国情绪传达出去，大多数观众也并不反感这种类型的主旋律。今年美国的《壮志凌云2》同样是军宣的主旋律影片，但我们看看里面的绝对主角竟然是一个独行侠，但也正是这个独行侠的形象，开着落后飞机不可思议违反常识的击落更先进的飞机，这几乎已经是超英形象了。但这部电影也是实打实的主旋律，汤姆·克鲁斯饰演的独行侠，如果没有美海军的全球部署，哪里能驰骋别国的领空呢？相比于难以拍好的众志成城，个人英雄主义无疑更容易描绘。只要树立一个敌人，
一场或多场对决，只要最终能历经艰辛得胜，那一个故事就算讲圆满了。而《万里归途》正是在撤侨这一主旋律的大背景下，非常巧妙地嵌入了一点个人英雄主义的情怀，并不过分地铺陈掩盖撤侨事件本身，又足够重要，足够扣人心弦。先说本片撤侨的部分吧。撤侨这一事件基本秉承着主旋律的家国情怀去描绘。张译饰演的宗大伟面临着妻子预产的情形，一次又一次抛弃本可以回国的机会，将座位让给台湾同胞，或是选择深入战区拯救被困的中国公民，可以说是标准的弃小家救大家。但影片并没有僵化这种选择，大伟其实也一直在纠结是否应该赶回妻子身边，只是为了人民，他选择了更艰难也更危险的道路。这一部分的故事还算很扎实，但大伟其实只是一个国家的代表，国家的形象除去新闻播报与领导拍板决策，其实更多的是一种隐性的实力，比如在困难时刻的专机有组织撤侨，比如中国护照可以畅行边境，比如片中的反派再怎么得意洋洋，其实也根本不敢动中国的公民。只要是中国公民，那么人身安全就能得到基本的保障。展现出这些，一个主旋律电影就已经完成了其任务。但是，如果就到此为止，电影只成功了一半，因为拿着护照就畅行无阻，举面红旗唱首国歌便可以坐上归国班机，显然这样的故事不够紧张刺激。于是途径战争中心交火导致民众与撤侨组织者的受伤与离世也是必然要加入的情节。于是乎，最后一剂药就是个人英雄主义了。个人英雄主义往往与集体主义背道而驰。撤侨是有组织有纪律的行动，一旦出现某些心有旁骛的人员，英雄可能没当上，还会对撤侨所有人的安全造成影响。因此，个人英雄主义这块关注的对象不再是中国公民，而是3个努米亚的公民。司机爷爷、边防官员哈桑和张宁白话认领的努米亚孤儿。在中国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大方针之下，针对这几位外国友人，宗大伟也卸下了外交官的身份，更多是以朋友甚至亲人的形象去与他们交流。哈桑之死更多是对于战争的控诉。政府军与反对派的攻伐让这些善良的人失去了活下去的希望，而司机老爷爷的死，在大伟看来，更多是由于自己的软弱与敌人的凶残。有了这么一层铺垫，当哈夫曼想要再次从大伟手中夺走努米亚人的性命之时，大伟赌上自己的性命，走上了单挑对决的舞台。就这样，一部撤侨为主的影片中，在一场俄罗斯转盘式的左轮对决中走向高潮并完成收尾。主旋律讲到了，观众们喜闻乐见的伸张正义也没有缺席。虽然没有其他影片中中国军队出现荡平敌寇这般酣畅淋漓，但仅通过中国2字便威慑全场，也算是另一种意义的国力体现了。张译的角色有老婆预产期将至这个设定，因此开场一段时间的表演显得有些过于急躁。但在后面大部分的时间里，张译还是找回了自己的状态，表演方面无可指摘。尤其最后一场左轮对决中，惧怕与悍然赴死决心的情感切换得非常细腻。至于很多人关注的王俊凯，只能说演技比张译差了一大截，还偏偏拿了个剧情稀松平常的角色。程朗这个角色从一开始就是为了衬托宗大伟而设计的，年轻冒失，经验匮乏，又容易动怒，缺少大局观。嘴上的官话自然一套一套，但偏偏也是主旋律电影中观众最反感的那一套。拿了个这样的烂剧本，王俊凯的表演自然也是灾难级的。人们不是拿《万里归途》类比《战狼2》吗？那王俊凯之于张译就像张翰之于吴京。请注意，新问我提到的这个张翰，刚刚好就是您已经耳熟能详的那个霸总张翰。配角且不论，王俊凯的脸真的过于麻木，可以说喜怒哀乐剧几乎不形于色。这也让他最后唯一的高光时刻显得如此突兀。剧情中应该是一个角色成长的弧光，但在一副木然的表情之下，
谁也不知道为啥你就突然勇敢起来了。说到这，您也就明白了吧？申万我常说的好剧本、好对手到底有多么强大的救火能力了吧？总之，电影如果截去这个角色，或许还好一点，更加分一些。整个片子下来，似乎程朗这个角色真的没有存在的必要，唯一似乎非他不可的带队穿越沙漠的情节，走着走着，手里的大话筒就给了别人，很难不怀疑他被架空了。无论如何，《万里归途》还算是一部符合预期的好电影。影片中的华星公司，一方面是国家级别的海外战略项目元件，另一方面，感觉也像是华为与中兴名称的合并。中国带给世界的是廉价的商品与改善民生的基建，而反观某些国家，带来的是政权更迭与战火连绵。我们首先要保护好自己的公民，这是一切的前提。如果尚有余力，如片中的大伟一般，我们也不介意向饱经战火荼毒土地上的人民伸出救援之手。这就是申万我常提的2个字的力量了。魔幻的2022年，光有热血是没用的；诡异的2023年更是如此。趋吉避凶，取长补短。申万我还是要赞一赞王俊凯这次的押宝成功的，即便他的角色仿佛可有可无，但是票房是他的，影评是他的，喝彩也是他的。试问人生，夫复何求呢？申万我在此也特别欢迎您在评论区中留下您的不一样的心得与观感，特别是您如果看过这部《万里归途》的话。有人说押宝是讲运气的，在娱乐圈押宝同样是讲实力的。例如当年赵丽颖押宝冯绍峰，甚至赌上自己的幸福，就是基于一种实力上的务实考量。不知道您对申万我的第三方观感意见如何呢？2018年10月最甜的新闻就是赵丽颖和冯绍峰官宣结婚的新闻，当时两人就那么干脆利落的在微博上晒了个结婚证，就官宣结婚，没有婚礼，没有婚戒，大家都在等他们补办婚礼。结果大家却等来了他们再次干脆利落的官宣离婚了。两人先后发文，顿时就冲上了热搜榜。评论区议论纷纷，有人猜测是婆媳矛盾，有人说是两人聚少离多，还有人说是冯绍峰太花心。但赵丽颖微博下却是一片祝福声，比如赵丽颖值得拥有世上最幸福的一切，比如她果然负了你，愿颖宝未来更好，比如颖宝喜欢你好多年了，我会一直陪着你，支持你，喜欢你演绎的每一个角色，喜欢你的自立自强、乐观自信，你是最棒的，你是最棒的，未来你会更优秀与美好。那么这个伤感新闻背后出现的这么一大片的有趣和硬刚的祝福，到底说明了什么呢？为什么萤火虫这么异口同声呢？为什么赵丽颖离婚，粉丝却一片欢呼？盘点她的成名之路就知道，这个女孩身上的特质值得所有人称赞。首先，从小配角到大女主，她用了10年时间。这个打不死的姑娘多年来的努力打拼，从一个农村小姑娘到如今的大女主，她在无资源、无背景的情况下，全靠自己奋力拼搏，才在娱乐圈杀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她身上很多优秀品质值得我们学习。从最初的小配角到大女主，她用了整整10年时间。10年中遭遇过什么不公平待遇，她心里清楚，但她咬牙撑过来了，硬是靠一己之力把自己活成了富一代。10年啊，换做旁人，或许早就知难而退了。但是她没有，农村女孩身上的特质在她身上显露无遗，一个字，拼。就是靠着这种信念的支撑，她终于走到最后，在各大剧目中担任女主角，并斩获各种大奖。其次是她的做事的干练，绝不拖沓。从她当年结婚到如今离婚就可以看出，爱就是爱，我可以无惧任何流言和你结婚，不爱了，可以无惧任何利益损失和你离婚。从官宣结婚到离婚，都是简简单单几个字，毫不拖泥带水，毫不矫情，更没有丝毫顾忌，不顾及利益受损，不顾及外人看法，拥有强大的内心，拥有做事的能力和底气，其他的又有何惧？
还有就是赵丽颖的心理强大，真的不一般。她可以坦然面对一切，因为来自农村，她性子直，因为不会说话曾遭到各种诟病，她勇于当面承认。别人说她普通话说得不好，她私下苦练，终于说得一口流利普通话。她曾在星空演讲中说过，她曾经7年时间全年无休，不停地奔波在各个剧组中。有人拿她出身农村做文章，她公开坦陈，我就是农村的一个姑娘。有人说她是励志女性，以她为榜样，她却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很平常。她甚至多次喊话，不要帮我撰写悲惨的故事。她是这么一个脾气直又柔中带刚的女子，虽然有人诟病她说话直，甚至说她是赵小刀，她也不以为意。她从不活在别人的世界里，她有自己清晰的目标，她知道自己需要的是什么。她的直爽率真，她的自强独立，也是很多人喜欢她的原因。说白了，一个人的经济能力决定他有更多选择权。2018年，他们官宣结婚喜讯，接着2021年的4月23日，他们官宣离婚。2年半的婚姻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婚姻并不是女人的全部，婚姻对于女人来说，永远只是锦上添花。我们的赚钱能力，就是我们抵御风险的底气，驾驭感情的能力，更是我们赢得自由和选择的前提。某位财政博主非常有心地记录了赵丽颖的财务自由的艰辛足迹。2015年之前，颖宝的收入大不确定，但2015年之后，她的人生开挂。仅2017年，当年收入就是1.04亿。这几年，算上广告和片酬，以及一些房产的升值，赵丽颖的身价大概在4到6亿之间。也即是说，赵丽颖离婚之后，就成了真正的钻石王老五，有能力挣钱，有资本，有底气。这样的颖宝自然而然的就自带了足量的价值和光芒。也就是说，申万我相当佩服赵丽颖的一点，就是她押宝错误的人之后，转身就能够在正确的时间走出下一波的自信出来。这种决心和信心，您看到了吗？欢迎您在评论区中交换真诚不二的想法。这种决心和信心，在这个魔幻的2022年，甚至下一个诡异的2023年尤为重要。因为蛋糕很小，这不，全国最大的党媒官媒的最新流量态度再次给出了不一样的答案。于是乎，王一博、赵丽颖再次在1年后领略了一把扑面而来的东风。央视今年的国庆晚会再次换脸，而且换脸的幅度让所有娱乐吃瓜客都看到糊涂不明所以了。因为这次的国庆晚会居然风向大变，居然是去除流量明星，舞台交给实力歌手，这才是我们想看的晚会。听到这，您是不是同样昏头转向，不明所以了呢？难道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申万我的铁口再次得到最强的验证了吗？也就是说，继去年的去流量化之后，今年要大碗去主流化了吗？要知道，申万我铁口1年的主流加顶流的安全人设要崩了吗？说实在的，这就是申万我老是先知先觉，全网最先提到的娱乐圈泛政治化，真的是门大学问，不懂的内娱人肯定吃亏大大的。例如王一博能量满满、热点极高的长空之王，原本就是明晃晃、风头无两的政治军事献礼片，结果呢，就没有结果了。与之一道争锋的万里归途，明晃晃就是一部相当老套战狼系列的外交领域红旗片，结果呢，居然成为了超级务实版的战狼内宣片。这种让人眼花缭乱的娱乐圈政治化风向和操作，让流量巨星左也不是，右也不是，主流不是，非主流也不是，两头不着岸了。众所周知的，央视作为咱们电视台界的扛把子，近几年来一直在尝试放下自己的高冷人设，想要更贴近年轻一代的观众，这在央视各大晚会上体现得较为明显。每逢晚会，央妈也总会很乐意给年轻艺人机会，请当下人气火爆的流量明星来表演，这样就会吸引一大批粉丝收看晚会。流量明星的粉丝大多年龄偏小，学生党居多。央妈照顾年轻观众，本意是好的，但由于流量明星这个群体浮躁惯了，太依靠自己的人设和粉丝，往往缺乏自律，
所以在这几年里，流量明星接连惹出了不少闹心事。今年的国庆晚会上，大家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流量明星的身影居然一个都看不到了。这是否意味着一个信号？央妈对流量明星已经失去了信任。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以前流量明星被央妈疼爱的时候，都有哪些人来过呢？最典型的代表之一，肖战，他上过2020年的央视春晚，和谢娜、鞠婧祎搭档演小品。彼时他刚因为《陈情令》爆火没多久，正是炙手可热的时候。央视紧跟潮流，请他登上春晚。在中国观众的心目中，对于娱乐圈的明星来说，上央视春晚可是非常有排面了。肖战还上过2020年的央视重阳晚会，那一年也是他备受争议的一年。227事件令他的路人盘几乎破碎。在这种特殊时刻，央视依旧让他空降重阳晚会，演唱《夜空中最亮的星》，可见重视程度。另外还有王一博，也是因为《陈情令》而跃居顶流的男艺人。他在2021年的央视春晚搭档关晓彤，现唱《扭起来》，还秀了一段他拿手的街舞。那个节目里还有刘德华，他本人没到现场，但是用云录制的方式，后期特效合成，完成了与王一博的隔空同台。紧跟其后，王一博又登上了2021年央视元宵晚会，演唱《青春恰是来》。2021年的央视5·4晚会，由于晚会主题就是献给青年的，那邀请的流量明星就更多了：张艺兴、王俊凯、王源、迪丽热巴、吴磊、龚俊。我随便截几张节目单给各位看看就知道了，不详细展开。其中包括张艺兴献唱《我和我的祖国》，关晓彤、王俊凯献唱《燃烧的雪花》。到了2022年，咱们往最近的说，2022年的央视中秋晚会就有王一博、时代少年团、欧阳娜娜等流量明星，以及我们家喻户晓的李某峰。请格外注意一下我常说的时间点，9月10日上的中秋晚会，9月11日李某人就被通报了。但凡熟悉本频道的人都知道，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我，抢在举国震惊的第一时间，就神早率先的打脸了这个几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央妈，说：“你这个全国最大的传声筒咋这么迟才知道的？”很明显，央妈只能传声，不能拍板了。主流加顶流 ，C 位中 C 位的李某峰，已经明晃晃成为了党媒央妈心口当中最大的痛了。说到这，您还怀疑我永恒先知先觉的铁口吗？如此这般，在这个举国欢腾、红旗飘扬、喜大普奔的国庆节欢乐当中，党媒央妈的180度，外加上360度的风向大回环，您再次看懂了吗？对比往日的繁华，再看看距离中秋晚会不久，就隔了2/3个月的国庆晚会，流量明星就已经被去除的一个都不剩了。情况还不明显吗？这次在国庆晚会的舞台上，我们看到的都是哪些人？中生代歌手代表李宇春、周笔畅、张杰、谭维维；老生代歌手代表孙楠、韩红等；港台歌手代表谭咏麟、李克勤、萧敬腾。要问最年轻的歌手是谁？24岁的蔡成玉，可人家是流量明星吗？不是，他是专业唱美声的歌剧演员。剩下的就是一些歌唱艺术家，殷秀梅、阎维文等。那么那些有流量、有掌声、有能量的流量明星都去哪了？看得出来，在魔幻的2022年里面，他们都从央视晚会的舞台上悄悄消失了。对于这种现象，大多数网友都很看好，感觉嘉宾阵容都被净化了。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呀，这倒不是流量不流量的问题，就是所谓术业有专攻，演员就好好演戏，歌手就好好唱歌，去掉一些实力不足的，留下真正有实力有人品的，晚会水准很高。有吃瓜网友这样说道：“这场晚会真正做到了把唱歌的舞台还给歌手，真希望这会是一个好的开始，给央视点赞。”那么您会为党媒央视的180度加360度的态度大回环点赞吗？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我
自然不会点赞，因为新万我的先知先觉已经在这段时间的大量视频当中展现无疑了。您觉得王炸赵丽颖、王炸王一博是不是还是差那关键性的2个字呢？